认定了这尊晚清仿宣德年制的铜佛以及底座，萧长坤心里美滋滋的。他把9万8转账给了那位程老师之后，脑子里就开始幻想着这东西被周良运以几十万高价拿下时的情形。程老师收到款后，看着收支明细上这条9万8的记录后面缀着萧长坤3个字，一下子有些疑惑，心中暗想，不是尼玛慕容先生吗？怎么又叫萧长坤了？不过他倒也没有太过在意，倒腾假古董的多数也都是见不得光的主，用个假名字出来见人也很正常。于是他将那尊铜佛和底座小心包好，交到萧长坤的手上，客气地问道，不知道慕容先生还有没有其他的需求？我这里好东西很多，容我给您介绍介绍。萧长坤摆摆手，不用了，就先要这一个吧，咱们是第一次合作，我也不确定你的东西到底靠不靠谱，先让我试一试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下一次我肯定多拿一些。程老师一听这话，心里不由失望起来，暗想张二毛还说他是什么大人物，一出手就只出个9万8，算他妈的什么大人物？要放在平时，客单价才9万8的客户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到我的工作室来，好不好？不过碍于张二毛的面子，他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客客气气地说道，慕容先生说的没错，咱们第一次合作确实是需要一个验证和了解的过程。这尊铜佛您拿回去之后，记住千万不要拿去给一知半解的人看，我这东西是布下了烟雾弹的，最适合忽悠行家。当然了，太专业的也不行，太专业的还是能看出问题。这器型其实仔细看，跟宣德年的器型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，不过只有那种真品看过很多，摸过很多，把玩过很多的大专家才有可能看得出来，所以一般的行家您尽管去忽悠，保证一忽悠一个准儿。萧长坤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心想他周良运不就正好是这种行家吗？算不上真正的顶尖大专家，但是又确实比一般人懂得多，看来这东西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于是他便有些急不可待地对一旁的张二毛说道，二毛，时间仓促，我看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张二毛当然知道萧长坤此时此刻是何等焦急的心态，于是便立刻说道，好的，慕容先生，咱们这就回去。说罢，他又对程老师说道，老程，今天我跟慕容先生就先走了，咱们改天见面再聊。程老师忙道，我送二位出去。两人在程老师的陪同下回到了村头停车的位置，随后便与程老师告别，驱车返回市里。车刚开出来，坐在副驾驶上的萧长坤就有些按耐不住了，他赶忙问张二毛，二毛，你觉得咱们什么时候下手合适？我已经有些等不及了。张二毛不假思索地说道，我看咱们就今天吧，今天我找一个靠谱的手下，把这东西拿到周良运店里让他长长眼。我相信以他刚回古玩街的情况来看，他急需要一单开门红的买卖来提振自己的士气，顺带也提升一下自己的知名度，所以我相信他肯定不会放过这尊铜佛。萧长坤连连点头，笑着说道，我看也是，今天最合适，因为我马上还要去迪拜旅游，现在就等着这件事情搞定之后就出发呢。你要是今天能把这件事情办妥，我就买明天上午的机票，直接去迪拜了。张二毛道，萧会长您放心吧，今天一定把这件事情给办了。说着，他又对萧长坤说道，不过萧会长您得多点耐心，这件事情咱们要办，就一定要放在今天傍晚，周良运关门前的最后一刻。萧长坤好奇地问，这又有什么说法吗？张二毛解释道，您看啊，周良玉现在虽然已经开门营业了，但是他店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也就意味着他很难有什么生意。就算是有人想出东西，也不可能去一间什么都没有的店里出吧。所以我推测，他今天无论几点关门，都肯定没开成章。您想想，守了一天没开张，这心里肯定是有点郁闷的。可就在这眼看就要关门的最后一刻，忽然有生意上门，这种感觉是非常惊喜的。
所以他潜意识里就会想要抓住这最后一个机会，防范意识也会稍微有些降低。再有一个，这晚上无论光照再怎么好，也绝对没有白天看东西看得准。倒不是说他店里的亮度不够，主要是人熬了一整个白天，已经用眼过度了。当天色开始暗下来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也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。这种时候看东西就容易打眼，这原本能看出来的毛病，可能也就看不出来了。说到这里，张二毛又道，除了这2个原因之外，我之所以选在晚上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需要卖货的手下编一个故事。您想想，市场价100-200万的东西，为什么咱的人愿意几10万就把它卖掉？这一定要有一个能够让人信服的原因。所以我想的是，咱们找一个人，让他谎称自家老爷子刚过世，他是趁着其他几个兄弟不注意，才把这尊铜佛偷着从家里带出来的，只想着低调一点，尽快出手换钱，所以不敢拿出去堂而皇之的交易，或者是直接参加拍卖会，心里有鬼，所以才会愿意低价出手。这个逻辑没有任何问题。到时候只要他表现得鬼鬼祟祟的，可信度就又增加了几分。到时候这周良运心里怎么想？他肯定觉着自己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第一天开门就碰见一个拿着好东西着急脱手的主，只要把这件东西拿下，只要价格合适，这不就是一个大大的开门红吗？谁都知道做生意万事开头难，尤其是一开始从籍籍无名一点点打下根基的这个过程，更是难上加难。要能够一炮而红，那就是上上之策，完美开局。到时候他肯定会觉得自己的运势来了，真是挡也挡不住，心态估计当时就得飘。这人呢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飘，只要这心一飘，那就完了。您看开赌场的为什么能挣钱？要给第一次来的客人一点蝇头小利，让他在赌局上连赢这么几把，这个人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他妈的天选之子，就是能够通杀四方，就是能够无往而不利。一旦他进入到这种极端盲目自信的境界，他有多少钱都能够在赌场里输得一干二净。你想要他的钱，就能赢光他的钱；你想要他的房子，就能赢光他的房子；你想要他的老婆，就能赢走他的老婆；你想要他的孩子，就能赢走他的孩子；哪怕你想要他的命，你也能赢走他的命。说到这，张二毛笑了笑，看着萧长坤问道，萧会长，您觉得这么几点结合在一起，再加上您手里这东西，他周良运有可能不上当吗？萧长坤哈哈笑道，这简直就是连环套，一环套一环，一套叠一套，让人防不胜防啊。我看他周良运这次是栽定了。张二毛微笑道，所以您就不要着急了，我去安排人手，今天傍晚就把他周良运拉进火坑。好好好，萧长坤激动不已，同时也忍不住感叹道，妈的，我要是能在现场见证一下周良运跳进火坑就更好了。只不过周良运认识我，我要是出现，他肯定就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了，说不定就会起疑心。张二毛道，你想见证一下还不简单，我让人带着直播设备不就好了吗？直播设备？萧长坤惊讶地问，你要是现场搞直播，周良运岂不是更怀疑？张二毛道，萧会长，我说的直播设备是那种你给他100只眼睛他也找不出来的直播设备，就比如说您看您的手机，打开 SIM 卡卡槽的那个针眼儿，您知道吧？知道。萧长坤点点头，不就是要用那个回形针捅一下的地方吗？咋了？张二毛神秘兮兮地说道，现在有一种设备，可以把摄像头藏在那个回形针的针孔里面，而且这个摄像头还能跟手机连接起来，通过手机的网络把这个摄像头拍到的内容实时直播出去。我找的那个人只要进门之后把手机放在一边，周良运肯定不知道手机侧面有个摄像头在对着他拍，到时候咱俩就在车里用手机看直播就好了。萧长坤惊呼道，我靠，还有这种东西？那么小一个针眼，里面能放得下摄像头？张二毛笑道，手机的 SIM 卡针孔，防风打火机底部的充气口，移动电源的充电孔，
很多事情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们做不到。厉害厉害！萧长坤竖起大拇指，惊叹道：“这不就厉害了吗？到时我就能亲眼看着他周良运满心欢喜的踩坑了。”